扔下去。这个变态的公主竟将奴隶狠狠扔进万蛇坑，毒蛇迅速朝着坑中的男人爬去，她却一脸兴奋。然而下一秒悲剧了，自己也被人猛推一把，掉下个喷香美人。毒蛇们瞬间瞳孔急剧放大，爬行速度陡然加快。公主见状，吓得脸色惨白，歇斯底里的尖叫着，恨不得立刻伸出翅膀逃离这可怕的场景。诺敏瞅准时机，反手扔下一把锋利的西瓜刀，一个眼神示意，男人默契十足，如闪电般出手，几下便将公主身边的毒蛇斩成两截。公主被男人这干脆利落的动作迷得神魂颠倒，以至于被毒蛇咬了一口都毫无察觉。等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脚下密密麻麻全是蛇。慌乱之中，她无意间触动了机关，两人急忙躲进山洞。这时，女人突然眼前一黑，男人发现她腿上的伤口，顾不得身份尊卑的差异，果断又霸气的俯身为她吸出毒血。要想死得快点，就继续打他就。随后又温柔细致地为她包扎伤口。公主从未遇到过如此有男子气概的男人，对他的好感瞬间爆棚，直接破格提拔他成为自己的贴身侍卫。为了尽快赢得公主的芳心，诺敏迫不及待地拿出事先精心准备好的服装道具。宴会上，男人身披一袭艳丽的红色斗篷，在璀璨灯光下闪亮登场。众人早已看腻了千篇一律的舞蹈，而他带来的鼓舞却别具一格，节奏激昂，振奋人心。剑舞更是刚劲有力，与众不同。公主的目光被他牢牢吸引，完全看入了迷。一舞结束，全场掌声雷动，贵女们更是惊叹不已。查尔何时有了如此俊美的男子？是啊，就连一个侍卫都可以如此潇洒。是啊，我们从未看过这样的表演，你能再为我们舞上一曲吗？我是长公主的贴身侍卫，只为她一人献计。这番话极大地满足了公主的虚荣心。借着酒劲，她当场向男人表白。看着自己的丈夫抱着公主走进屋内，诺敏心里一阵酸涩，但她知道自己的目的终于达到。然而命运弄人，男人成为驸马没多久，竟不幸战死沙场。无奈之下，诺敏决定亲自动手，打算趁大汗不备，悄悄在他的酒中下毒。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，身后突然传来声响，做贼心虚的他急忙躲到桌底下，却意外发现原来还有人也在觊觎着大汗的性命。银针一试，酒中果然有毒，他不动声色，紧张地注视着大汗，随后竟将毒酒一饮而尽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痛快。果然，男人当场口吐鲜血，气绝身亡。宫中瞬间乱作一团。诺敏趁机跟随海兰珠来到京城，投靠大玉儿。本以为前途黯淡，没想到峰回路转，成了寡妇的海兰珠竟被皇太极一眼相中。果然是你这个狐狸精！不知道你用了多少妖术来狐媚大汗。我没有。狐狸精，你干什么？女人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，可她还是不甘心，大声地唾骂海兰珠就是一个扫把星，不仅克死了林丹汉，还跑到了大京。而皇太极也对她一见钟情，当即就把她留在宫里。册封为了丽侧妃，就连自己的生辰，皇太极都忘得一干二净，这也让燕侧妃心中感到十分不满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除掉海兰珠。于是她便来找布木布泰，想要跟他一起扳倒海兰珠，又故意在他的面前挑拨他跟海兰珠之间的姐妹感情。自从海兰珠进了宫，皇上把你也冷落了。还不等燕侧妃说完，布木布泰就下了逐客令，自己绝不会去害自己的姐姐。布木布泰的拒绝令燕侧妃十分窝火，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很快机会就来了，海兰珠有了身孕，皇太极十分高兴，恨不得日日都陪伴在左右。布木布泰为了庆贺海兰珠有孕，决定亲自绣一幅白子图送给她，怎料却被门外的燕侧妃听到了。既然布木布泰不肯和自己联盟，那就来个一石二鸟的办法，同时除掉他们两个。白子符终于绣好了，海兰珠十分喜欢，布木布泰还提议让她挂在床头上，一定会为大汉生下一个小阿哥。这天，诺敏仗着皇太极对海兰珠的宠爱，让他去求皇太极把自己赐婚给多铎。自从色勒莫战死沙场后，多铎就是第二个让我心动的男人。怎料多铎却不喜欢诺敏，甚至还当众拒绝了皇太极给诺敏和自己赐婚。他只不过是一个妄想攀龙附凤的丫鬟，怎可配得上我贝勒的身份？却不想转过头，他又向苏沫表白，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。怎料这一幕都被诺敏看到了，于是就决心要报复苏沫。几日过后，海兰珠突然感到腹痛难忍，肚子里的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。经过太医查验后，并告诉皇太极，丽侧妃床头上挂的这幅白子图绣品里面藏有大量的麝香，才会导致丽侧妃滑胎。一旁的诺敏又赶忙说道，这幅绣卷是西侧妃送来的，绣品却是苏沫绣的，他们两个主仆情深，西侧妃又没有阿哥，肯定是他嫉妒丽侧妃才会指使苏沫下手的。布木布泰极力地解释着，自己没有半分要害姐姐的心思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在暗中使诈，让我们两个自相残杀。怎料皇太极却不肯相信他的话，一致认为是布木布泰嫉妒海兰珠所为。苏沫为了保住布木布泰，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承认绣品是自己绣的，不管是从布料还是丝线都是自己一手准备的，跟西侧妃没有半点关系。皇太极就下令把布木布泰禁足，而苏沫则被处斩。为了救出苏沫，布木布泰想要以此来威胁大妃，恳求他向皇太极求情放了苏沫，自己和他根本不会对海兰珠下毒，这明明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的。看到布木布泰那焦急的神情，大妃也在怀疑在背后下手的肯定还有其他人，这一招果然是一箭双雕，害了我两个侄女。于是就答应布木布泰一定会查清这件事。大妃就让郎们们带着侍女在花园中制造了一些异象，还让他们告诉皇太极，后花园中的很多花突然就凋谢了，水池当中的鱼也都翻了肚皮。如果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异象，不是灾祸就是有冤情。第二天就是苏沫要被处斩的日子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太监突然来禀报，私造坊刚刚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砸了。眼看时机成熟，苏沫连忙大喊冤枉，肯定是上苍知道我是冤枉的，才会天降异象。
我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凶手。而大飞也赶忙替他说好话，如果苏沫找不出凶手，到时候再处死他也不迟。思索再三之下，皇太极就答应放了苏沫，看看他到底如何找出真凶。苏沫指着帘子后面说道：“神石就在里面，神石的上面还有一块巴掌大的洞口，只要每个人去触摸那块神石，他会告诉我们到底谁是真凶。”随后皇太极就吩咐众人排好队，不管是宫女、太监还是嫔妃，都要去触摸那块神石，谁都不能落下。怎料在轮到燕侧妃的时候，她的心里却十分紧张，也并没有去触摸那块神石。等到众人都摸完以后，就摊开手掌让苏沫检查，只要触摸过神石的人，手掌上都会沾上一些粉末。可当检查到燕侧妃的时候，她的手上却十分干净，没有一丁点粉末。很显然，她就是凶手。此时，她的侍女吉兰也终于抵抗不住压力，主动交代了所有的事。是燕侧妃让我换了苏沫的丝线，那些丝线都是被麝香浸泡过的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，皇太极对她十分失望，决定下令处死燕侧妃。听到这句话，燕侧妃十分伤心，控制不住的对着海兰珠痛骂，还表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后悔。自从你这个寡妇进宫，就夺去了我所有的宠爱。我出身名门，地位高贵，虽然我的孩子早早的夭折，可是海兰珠根本没有任何资格给大汉生下子嗣。早晚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会失宠，你一定会比我死得更惨。就这样，燕侧妃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苏沫也重新回到了布木布泰的身边，可是他与海兰珠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。这天，他带着雅图格格在花园里放风筝，雅图开心地拿着风筝围着海兰珠转圈，却被糯米嫌弃地踩坏了雅图的风筝。一边玩去！